大雄的日常被做成了琳琅满目的手办，看得陆木都有些动心。可小伙伴们却只说了3个字来评价：用了会变笨。这天，大雄逛街遇到了排到陆木家的长队，好奇的他定睛一看，哎呀，这不小夫吗？一番询问后，才得知了土豪的怪趣味。为了可以买到限量版的复仇者联盟手办，当个合格的凡尔赛，小夫早饭都没吃就来排队了。到手之后更是泪眼汪汪。可穷渣渣的大雄又怎能理解土豪的爱好？但同样穷渣渣的胖虎却可以理解。只见他随手一托，神龟假面赫然出现在他的大肚腩上，家里的神龟假面更是摆满了一桌，就连静香也收集了一书架的睁不开眼睛的小怪兽。大雄自知输了气势，但咱嘴上要努力，人家家里的周边可比你们多好多呢。自知祸从口出的他，为了买周边不得不求助于家里的女主人，可万万没想到老妈先他一步，将手办不是你想买就能给你买定为了教育方针。就连丑熊狂魔蓝胖子这次也站队老妈，无助的大雄只能摇起了82年开始攒的存钱罐，拿出了罐中的80元巨款。可区区80元只淘到了一本连3岁娃娃都嫌过气的 Q 太郎笔记本。大雄还没到家，胖虎和小夫已经来堵门了，还要热情的送上铁锅般大的拳头，吓得大雄赶紧找个小家伙来找找被欺负的感觉。这时蓝胖子及时出现，一发竹蜻蜓成功逃回了家。人胖心善的蓝胖子怎能受得了大雄垂头丧气？一看时机到了，大雄反手掏出杂志，就来个还没上市的黑皇者周边吧。不一会儿，蓝胖子带着黑皇者描本回来了。贪心不足的大雄跪求蓝胖子再给多整几套呗。出门之前，蓝胖子叮嘱你不要跟过来，但他忘了大雄可是个好奇宝宝。大雄一套娴熟的跟踪，行云流水，竟然发现蓝胖子他居然在墙上造了个壁纸房。原来秘密就在于这台角色周边订购机，一顿操作却不知隔墙有耳。一套还没上市的黑皇者新番，惊得胖虎和小夫直呼大雄君，我要跟你做朋友。眼见白嫖的东西都这么受欢迎，大雄决定来场拍卖会。随后大雄来到壁纸房，对着机器就是一通乱按，可蹦出来的竟然是大雄版桌游。原来机器拍到啥就会造啥的周边，自己的周边世界独一无二，还要啥黑皇者。可当大雄打开桌游不淡定了，被老师骂后退一步，被胖虎打晕返回起点，游戏过于真实啊。待蓝胖子归来，大雄已造了一箩筐自己的周边。蓝胖子惊了，兄弟，这东西得货到付款，不是白嫖啊。但此时的大雄哪里听得进去，只想赚他个盆满钵满。在小伙伴们期待的目光中，大雄他来了。可在打开包裹之后，大家都坐不住了。大雄铅笔用了字会变丑吧？大雄笔记本用了会变笨吧？话虽真实，却很扎心。大雄的妹子留到了最后，可大雄却掏出了我爱大雄君的衣服。大雄你好坏啊！说完，静香害羞地跑开了。亏到倾家荡产的大雄一心只想退货，可自己做的妖就要自己来买账喽。大雄的周边千种万种，小伙伴们有看上哪个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当着蓝胖子和大雄的面，静香不仅在家上演捆绑 play， 还跟着他俩满大街跑。什么时候静香变得这么重口味了？本来是小伙伴之间快乐的躲避球游戏，胖虎一个眼神示意，大伙纷纷针对起大雄来。要不是大雄走狗屎运，还真扔不中胖虎。可胖虎偏就死鸭子嘴硬，不肯认输。小伙伴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大雄还想让胖虎再好好回忆一下，结果成为了胖虎的泉下亡魂。为了守护大雄幼小的心灵，可爱又迷人的蓝胖子种下了正义的种子，刚把水浇上，便窜出个大眼怪，和大雄大眼瞪小眼后，便钻回了土里，随时准备递降正义。小镇上恶人们的末日即将来临，小夫的坏是出了名的，但他竟然也会良心发现。大雄啊，刚才是我不对啦！天真的大雄本想握手言和，却又被小夫摆了一道。小夫被大雄的怂样逗得乐不可支，压根没注意到背后的危险，直接被捆得结结实实。因为只是恶作剧，绳索很快就解开了，但小夫觉得不能放过大雄，可绳索貌似也没准备放过小夫。而后大雄像狗皮膏药似的粘在胖虎背后，迫不及待地等着他干坏事。突然一辆车开过水坑，溅了胖虎一身，胖虎瞬间血压拉满，举起拳头就要招呼他们，却直接被绳索五花大绑。恼羞成怒的胖虎对着蓝胖子就是一脚，这更是罪加一等，以至于绳索最终把他捆成了艺术品。天公不作美，大雄和蓝胖子正畅想未来时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还好有人美心善的静香接纳这俩落汤鸡，人妻属性爆表。与此同时，待在家里的老妈跑去收衣服，
却被蓝胖子忘记收起来的正义绳索种子瓶绊了一跤，种子全都洒了出来，在雨水的作用下长了出来，蓄势待发。静香这面为了和大雄多相处一会儿，便骗妈妈说今天没有钢琴课。话音刚落，一道惊雷炸响，正义绳索闪亮登场，静香被牢牢捆住。由于说谎是大忌，没1个小时那可是解不开的。不忍心看到静香的如此惨状，两人带着她准备回家拿正义绳索种子的瓶子，只要按下底部的按钮就可以解开了。一路上他俩发现绳索不知何时变多了，乱扔垃圾的村夫，警亭区停车的小伙，还有不乱涂乱画从我做起的熊孩子们全都被捆了起来。这下更要快点去按按钮了。蓝胖子带头准备抄近路，没想到这里竟然是紧入区，3根绳索立马出现。静香首先被抓住，他毅然决定牺牲自己。大雄君，不要管我，快逃啊！大雄和蓝胖子忍痛前行，被顶起井盖的施工大叔吓得印堂发黑，还以为绳索从下水道里钻出来了。两人好不容易才冲进自家院子里，眼看就要拿到瓶子了，却被追上来的绳索捆住了。双双挣脱后，又撞得眼冒金星，蓝胖子再次被捆了起来，大雄却成了个睁眼瞎。但他的狗屎运又来了，抓瞎踩到瓶子滑倒后，瓶子径直飞到了他的怀里。大雄赶紧按下按钮，所有的绳索都回到了瓶子里，变回了种子。没了绳索，胖虎和小夫有恃无恐，就想报仇。两人本想再次召唤绳索，可回头一看，爱护花花草草从我做起，要是用了绳索，只能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啊。关于这个正义绳索的大眼睛，陆木君看着总觉得眼熟，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呢？有人知道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丢三落四是大雄和爸爸的共同毛病，因为这事没少遭到妈妈无情的嘲讽。蓝胖子有个道具可以专治这个，但最后丢三落四的事情却发生在了妈妈身上，到底是咋回事呢？静香为了将来可以跟大雄考入同一所大学，煞费苦心，专门为大雄开设了1对1辅导。可大雄满脑子想的都是跟静香双宿双飞的未来，结果作业本都没拿，只能急忙跑回家去取。蓝胖子叹气道：小小年纪，脑子咋不记事儿呢？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爸爸身上。妈妈曾拜托爸爸邮寄一封信，结果爸爸将信放在衣服口袋中长达1个月，而这次又要拜托爸爸邮寄信件。为了能让爸爸记住，妈妈使出了绝招——中年妇女的啰嗦，使得爸爸的自尊心碎了一地。大雄终于找到了原因，原来我丢三落四的毛病是随了我爹呀。爸爸终于要出门了，结果妈妈刚说完邮寄信，他就给忘记了。看来大雄和爸爸真是一对亲父子啊。为了帮助爸爸，哆啦 A 梦掏出了道具提醒鸟，只要把这个放在身上，忘记东西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叫起来。为了实验，爸爸将信放在门口假装出门，结果提醒鸟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这下好了，爸爸再也不会忘记东西了。爸爸来到邮筒前，可心大的他觉得自己都有提醒鸟了，就等回来的时候再邮寄吧。然后他来到了朋友家做客，自豪地展示着提醒鸟，可却被朋友一家人当成了脑子不太好。为了挽回尊严，爸爸将钱包放在桌上假装离开，提醒鸟立马叽叽喳喳叫了起来。回到家的爸爸跟众人说起了朋友家的趣事，妈妈随口问了一句：那么信也邮寄了吧？结果爸爸仿佛触电了般：完蛋了，我把钱包和信还有提醒鸟都忘在朋友家了。妈妈心中怒火奔腾，想要爆发，可奈何老爸跑得太快，老妈只能对着大雄喊道：你作业做完了吗？不问不要紧，这一问大雄才想起来，他竟然放了静香的鸽子。果然，即使静香这般温柔的女孩子也要抱怨大雄几句。1对1辅导，大雄这才刚学了5分钟就犯起了困，嚷嚷着要休息。静香无奈，但她膀胱一扫，发现了桌子上的提醒鸟，结果提醒鸟就叽叽喳喳叫了起来。可静香绞尽脑汁也没想起来到底忘记了什么。大雄却明白得很，哎呀，我也不是饿，就是觉得休息的时候想用什么堵住嘴。然后大雄就有了蛋糕吃。可静香觉得不对劲，又拿起了提醒鸟，结果还是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大雄继续安排道：哎呀，我也不是渴，就是觉得嘴有点干。于是大雄又有了橙汁喝。静香仍然不相信忘记的东西是休息时准备蛋糕和橙汁。这时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，静香这才想起来今天是父亲节，她还没有给父亲准备礼物。分别时，静香还不忘提醒大雄，为了考上同一所大学，你要加油哟。有了爱情的力量，大雄回到家后做起作业来也是做啥啥都会啊。大雄终于成长了，给蓝胖子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一家人围在桌前，妈妈直夸大雄今天表现不错，妈妈爱你。而这时丢三落四的爸爸终于回来了，信也邮寄了，钱包和提醒鸟也带了回来。可当爸爸慵懒地躺下后，大雄身上的提醒鸟突然叫了起来。大雄百思不得其解，蓝胖子也纳闷，可提醒鸟到了蓝胖子手中也一直叫个不停。妈妈无奈道：刚表扬完你们，结果就忘记东西了。
妈妈也随手拿起提醒鸟，可提醒鸟依然叫个不停。三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但当他们的目光落到爸爸身上时，瞬间明白了过来，原来三人忘记的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么大家知道他们三人忘记的同一件事情是什么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答案哟。